各位網友，大家好啊！玩書走天涯，走進歷史，走出現實。就在上周，美股AI 終於帶崩了，AI 股大跌。那麼 AI 到底是否是個泡沫呢？今天玩書來扯一下這個話題啊。談這個話題之前呢，玩書在看這個美加墨世界杯啊。玩書呢關心日本隊，希望日本隊奪冠。日本隊代表了亞洲的最高水平。那麼日本隊究竟能不能奪冠呢？我就問了 AI Cloud 一個問題，我說這個未來的日本隊奪冠之路有哪些前面哪些障礙嘛？他跟我來答了一下，他說小組賽要對陣巴西隊。我說你有沒有搞錯啊？小組賽已經結束，還對巴西隊嗎？他說小組賽沒有結束，跟他反思質疑了幾個來回。最後在玩書的一再逼問下，我說你這個傻逼，終於答出來了答案，打在屏幕上方，這是 AI 給我的答案，終於認錯了。小組賽結束了，巴西隊是下一場32強這個比賽。所以說我覺得有時候 AI 是什麼玩意兒啊？如果玩書是當年這個 AI 公司的這個軟件的總的架構師這種軟件我就不讓它上市了，這丟人现眼幹什麼呢？你看，不管你用的是什麼 Grok、Gemini 還是那個什麼這個 Cloud， 上面打一行字我們是 AI 助手問題不一定對，你不對打什麼打呢？是吧？你答的問題全是概率性問题，是吗？玩書曾经在多倫多問了一個問題，說這個我要辦那個歐洲的簽證那個到哪裡去辦比較好啊？他說他來一推薦了比利時領事館。等我們那天去找領事館地址的時候，他提供了一個地址給我們，我們去找的時候落實的时候，发現压根就沒有比利時使館。AI 的幻覺總在幻覺，是不是什麼玩意兒呢？对吧 ？AI 個東西，玩書一直有觀點說它就是一個軟件工具，一個小工具，一個概率是它統計工具，統計這個工具吧，好不好？還不能說完全是推理工具。那下象棋那個才是阿爾法狗。Google 原來幹的阿爾法狗，這個是個推理工具，起碼把人嚇贏了，對不對？你現在這個 AI 算什麼工具？就是概率統計人說的話、發的言網上查的東西多，是吧？都推給我了，就認為是對的。剛剛發生的現實呢，足球賽他不知道，訓練的數據不夠，就推不出來這個結果，對吧？所以 AI 你說它是個雞肋也好，你說用不用嘛？用它有用，你說它沒用吧？有时候也搞得你這個七葷八素的，你也不知道怎麼去用類似一個雞肋當然呢，我還是對馬斯克的那個什麼點個讚那個什麼這個開車這個無人駕駛技術這個通過訓練基本上到位了，點個讚，這個沒問題這可以用一下。下棋那個阿爾法狗可以點個讚。現在什麼大語言模型什麼東西那是畫的圖畫的那個這個花裡胡哨的也沒什麼用，是不是所以說我覺得 AI 目前要說有泡沫，把它早點吃穿更好，後面再來發展更好。那我們就今天來講講上周的美國股市的一個大演變到底這個演变往下怎麼走這是玩書關心的AI 泡沫破不破？玩書打刀比能不能起來？這個是我關心的，大家聊一聊講的不對的地方大家可以这個交流交流，好不好？这個就看在上周美股大跌了大跌這个你看這個納指5連陰這是開年頭一回連跌5連，前面就是9連陽10連陽。最諷刺的是什麼呢？這周三還封神的這個美光科技 MU 代碼今天自己被砍到了 6.7% 下跌。救世主上場不到48小時2天就被市場當場處決了，槍斃了。據說這個引爆點呢是 OpenAI 什麼意思呢？ OpenAI 紐約時報報道他說 OpenAI 正在把他的 IPO 上市推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表面上呢是被那個 SpaceX
SpaceX 嚇的，就是被这馬斯克的公司嚇的，因為後者啊，這上市2周就從高點200塊錢閃崩到150塊錢左右了啊，跌了30%。那麼空頭倉位1天內從8%飆到13%。公開市場用腳開始投票了，告訴所有人，再大的 AI 招牌，我們也不能再無腦的給溢價。其實呢，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啊，還不是完全的 AI 公司，據說只是把電力啊、算力啊等散熱放到太空才能解決。看來啊 ，AI 的牛皮要吹到太空才能解決了。大家聽懂了嗎？王叔說啊，如果你買的 AI 股票的業績沒達標，那麼要怪就怪這個太空這個溫度過高了，對吧？怪這個太空探索，怪馬斯克，是吧？太空溫度太高啊。這個最著名的這個賭場軟件叫 Polymarket 上的 OpenAI 年內的上市的概率直接從 50% 腰斬到 30% 以下。哎，我們這個賭徒們呢也嗅到了，這根本不是某家公司晚點上市，而是整條 AI 資本鏈這個命門。什麼命門？幾千億的算力開支全靠資本市場源源不斷的輸血，它才能玩得賺。你不給錢，它玩不賺。我們看 OpenAI 承諾是8年內砸1.4萬億建這個什麼數據中心，收入多少錢呢？哎，對不起，130億，這點錢還基本靠舉債。一旦這個管子啊，這個輸血的管子被掐，故事還要往下怎麼編？這靠這個廉價的資本驅動這個飛輪啊 ，AI 飛輪啊，被這個 Space 用一根 K 線啪戳出了第一道裂縫。那麼什麼是第二道裂縫呢？我們把目標啊移到了韓國首爾。這一周啊，韓國股市2次熔斷，周二暴跌 9.99%， 今晚又跌了 5.8%。韓國的三星和 SK 海力士每次都能領跌啊。很多人會以為是韓國帶崩了美股，其實方向恰恰應該反過來，是美股啊這個 AI 股先走弱，亞洲啊隔夜盤接棒放大。美韓是同一條的 AI 神經上的共振的2個末梢而已，它不是個單向傳導。所以每次韓國跌得更狠、更純粹的是結構問題。你像那個三星加海力士2家公司就佔了韓國股市近1半的市值啊，美國7大也佔了30%而已，今年貢獻了漲幅的70%，半個國家的股市壓在2隻記憶芯片股上。再加上散戶的創紀錄的29萬億韓元的槓桿，任何的風吹草動都直接踩踏或者熔斷，是吧？所以我就佩服那個麥克巴瑞的這個看空啊，做空啊。我們再來看看從首爾到東京，軟銀這周也塌方了啊。再看看這個阿姆斯特丹啊，光刻機 ASML 今天也跌了 3.8%。啊，全球資金跌的根本就是同一個東西，不是哪家公司基本面，而是那個共同的一個問號。什麼問號？王叔一直在問，算力開支的錢還能不能按時到賬啊？聰明的錢沒等到徹底正位就先動手了，對吧？錢明着往外搬，道指的死守的歷史新高附近，但是羅素2000卻逆勢翻紅。在這些下跌的這個5連陰日子裡啊，上漲的加速還壓着下跌加速，上漲多，這是教科書般的一個換防。從 AI 最貴的 AI 權重股流向了有現金流、能落地的工業，是吧？軟件是吧？醫療、金融。這周唯一能夠逆勢上漲的科技股就是 IBM， 是吧？它被上調評級後啊，漲了 5% 啊。當然，我還說的Adobe也從低位也上台一些啊。看來啊，華爾街頭一回啊，他是寧願為了無聊的 AI 收入買單，也不追拋物線那種啊，他很厲害。目前據說多空兩派也吵半天了，一派說這只是倉位清洗是吧？基本面鐵得很，跌下來就是倒車接人啊，繼續往上衝啊，懸崖上衝。另一派呢，盯着我們費城的半導體指數月線 RSI 衝到了90啊，26年沒見過啊！上一次見到這個90的比例還是在互聯網泡沫破滅前。所以這一周的劇本其實清楚得很，基本面給了 AI 滿分啊，美光科技給滿分，市場卻得給估值和融資打了一個大問號。
救世主被反殺了，是吧？首尔3度熔斷了，連最猛的 AI 獨角獸都怕公開市場不買賬，你還不敢上市了，明年再說。這究竟是健康的擠泡沫，還是給科技股退燒，還是那台靠資本輸血的 AI 飛輪轉速開始慢下來的第一聲呢？玩叔的答案又來了，死亡營銷，是吧？多年的軟件套路，大家還記得吧？你看微軟的操作系統總在更新，什麼 1.0、2.0、3.0、4.0、11.0，版本都差不太多。後來蘋果搞了個升級版，叫什麼飢餓營銷啊，在北京啊晚上排隊。現在好搞了個死亡營銷，我還說呢，說說什麼叫死亡營銷啊？它的发明人就是 Anthropic 的老板，叫達里奧·阿摩尔戴伊，是吧？以他的這個親妹妹達里埃拉·阿莫代伊啊，這2個阿莫代伊啊，一個是擔任了這個首席執行官 CEO 啊，那個達里埃拉的擔任總裁，是吧？達里奧呢，原本是 OpenAI 的一個研究副總裁，主導了 GPT-2、GPT-3 的研發，甚至可以說是人類返回強化學習 AI 的底層技術的一個共同發明人啊。2020年底，因為不滿 OpenAI 走向了極度商業化，原來是什麼這個非盈利組織嘛，對不對？他認為OpenAI 忽視了 AI 安全的趨勢，他帶領他的團隊，包括他妹妹憤而離職了，創建了 Anthropic， 是吧？在追求利益的這個硅谷，這種為了安全理念放棄眼前的期權和利益的舉動，讓他贏得了極高的道德聲譽。但我們看人呢，不能只看其理念，還要觀其儀、觀其言，還要觀其行，對吧？隨着這個 Anthropic 的估值逼近了1000億有的說萬億了，反正是吹吧達里奧在2026年也面臨着越來越多的審視和質疑他這個末日論我把它叫做死亡論因為你大家來都要失業了，軟件工程師全失業了，死亡了作為商業營銷，這是就商業營銷嗎？是吧？所以有硅谷的批評者包括一些開源的倡導者認為，達里奧天天的呼籲政府監管，強調 AI 的毀滅性，是吧？這個梵蒂岡這個教皇也參與了，是吧？在客觀上形成一種什麼監管套利，通過提高准入門檻來限制開源軟件和小型創業公司的競爭，是吧？要監管啦，監管我們的畫大餅，宏大敘事。他多次公開預測 AI 在未來2到3年內將擁有超過諾貝爾獎得主的智慧，是吧？能自主完成很多工作行業觀察者批評他是一手販賣這個災難，一手兜售救贖就是我又是創造者，他有危險，大家要注意危險要殺人要死亡了，是吧？他用宏大的這種敘事吸引什麼超級財團，像亞馬遜、谷歌的巨額資金而已。對吧？大家想明白沒？我這個劇本呢演了好多次了嘛。當年這個微軟的演，蘋果也演，現在這個是Anthropic 也演隨着他的家伙逐步走向了這科技權力的中心，他也學會了如何利用這主流媒体的政治博弈來為自己的企業編織什麼10000億美金的敘事，目標就一個，來給錢。給錢我監管我，然後我有錢之後我就把它只有我能幹我能幹我的大模型那个是十分有用那個小組賽的猜不準的答案不準的，但是我這個10000億是準的，大家聽懂了嗎？什麼叫什麼玩意？不這個套路搞錢的套路嗎？華爾街就在上周終於醒過點神來了。玩叔是起碼提前小半年醒過神來，大家可以看看玩叔這個從零到100萬美金的這個系列玩叔沒錢，從0到100萬美金，那比這個他差多了，是不是是吧？那個Anthropic的總裁那個東西，那一定要從0到10000億直接實現，你們把養老金掏給我，加強算力，數據中心建設，中間再搞手，是吧？多搞點錢，對吧？至於說這個東西到底有多少作用，誰也不知道，但是它毀滅世界，就像當年這個全球主義者，是吧？哇，這個2026年那個時候，那地球就毀滅了，是吧？那你一定要防
止全球氣候变暖，是吧？一定要是吧？这个搞綠色能源，是吧？收碳稅，是吧？现在加拿大還在傻傻的收碳稅啊，那害得老百姓的叫這個苦不堪言吶，叫苦不迭啊，對吧？現在又還了個新招，叫死亡營銷，那死亡營銷是高套路了，對吧？原來是個微軟的換版本嘛，1.0、2.0，吧？實際上，這個版本3.0、4.0、5.0、6.0有多大差別呢？不就是讓它塞廣告進去嘛，讓你用我們的，不用別人的嘛？不就是嘛？把我不套牢啊，對吧？蘋果的飢餓營銷，你說那個蘋果生產線一搞這幾多億台，還需要飢餓嗎？現在好了，他不拿死亡，你怎麼威脅你的？就那當年玩說在國內中國看病啊，你是癌症啊，你要死啊，你快交錢10萬20萬交吧，醫院交了給你治病。至於說你有沒有病都不重要，你給我錢重要，是吧？所以死亡來嚇唬你們，你們都要失業了，這個軟件把你們全部都取代了，是不是啊？信他那個鬼，信他那個邪了，是吧？什麼玩意，是不是？好吧。玩叔今天的視頻講的不對地方，請大家和玩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